你们好，欢迎来到丰盛而文频道。今天我们要跟你预测的是你未来的恋人的一些内在检测，其中我们会帮你检测出来他的太阳星座，还有一些随机的星盘。好了哈，我们不会把它全部都把它抽出来或查出来，就随机的星盘，然后还可以帮你看一下 MBTI 16型人格的其中，看它是属于哪一个或哪两个哈。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所以从你这边开始选，1、2、3、4，选一个你看了比较顺眼的牌子，那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抽到选到1号牌的朋友哈，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来抽了哈。来，我们先从大牌来看看这个人的内在本质格，就是主要的哈，主要的是什么？看抽到是什么？抽到的是权杖国王。权杖国王哦，我们看一下。权杖国王所对应的呢，就是狮子座哈，它也是对应到了力量牌。我们会在这个旁边把你刚刚我们所收到的它的那个检测的内容把它写在这里哈，你在这边再去对照一下，或是把它记录一下就好了。权杖国王哈，权杖国王对应的是狮子座，所以他的16型人格是 ENTP，ENTP 就是所谓的外向型的 intuition， 外向直觉的性思考经验者，也就是说他的个性就是他必须要去外面哈，去靠他的经历。他一定要去碰到那个实体，然后去感受它，然后再去检测一下自己的直觉，然后照自己的喜好去接触他所想要的了，然后他会再靠他的思考去判断，然后去整合出一个答案，来告诉自己说他现在这个经验的价值或是什么，他会自己做整合，而不是全部都靠心理直觉去做一个答案的追寻啦。所以他比较算是务实型的一个角色。不过他因为他是权杖国嘛，他其实他又是狮子座，他其实内在的那个热情爆发力其实还蛮强的，所以他只要一笃定看到某一个目标或什么他喜欢的东西，他一定会努力的去追寻，努力的去摸到，努力的去体验体会。不过这个热情可能通常都很短暂，持续性不够，但是那个力道都还是蛮强的。那我们现在再来抽他其他可能的星盘会有的东西哈，我看。就直接抽6张帮你们看，然后先抽4张，先抽4张帮你们看。来，1、2、3、4，我看到4个有，好，顺便这4张哈。首先看到的是圣杯10哦。圣杯10所对应的是火星的双子座，双鱼座，火星的双鱼座哈。我先讲星座，来，钱币5对照的是水星的金牛座，好，水星的金牛座，宝剑7对到的是月亮，月亮是水瓶座的。再来是钱币9对照的是金星在处女座，所以目前已经可以看到星盘大概是往这几个地方走了，有金牛、处女，还有双鱼、水瓶，但它主要就是狮子座哈。好，这个是星座的，这个部分我大概就简略的讲一下哈。好，其他的我们就来讲塔罗。看一下圣杯10哈，应该说他这个人的内在比较像是喜欢奉献。好，喜欢分享，因为他这个部分他才能够在内心感受到各种的充足跟满足，还有舒适度哈，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乐于分享的人。再来金币5的话，他对于心灵的追求更重于物质啦，在这里看到，虽然说是金币，他可能对于物质的东西，他其实还是有蛮追求的，可是其实他对于心理上的平衡。反而还算更着重，所以可能是金钱或是物质上的东西差不多就可以了。因为回到圣杯10这个部分，也有对应到说，他对于这个部分他心灵的追求其实在更高。然后宝剑7的部分的话，
他其实如果跟团体，他如果在工作上或是不管是什么情况，他如果遇到其他多人比较团体生活，或是团体活动，或是团体互助，或是工作合作的时候，他更着重的是他内在的本质上的真实度。哦，他还是更重视内在的真实度，跟上面这2张有呼应。再来是钱币9一样钱币9就是说，他其实在工作或各方面，他其实还蛮吹毛求疵的。可是他为了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在追求他内在的那个品质，要非常的完美，非常的高尚啦。其实这4张牌都还以星座的角度都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无论如何，他外在的表现，他对于他的能力或是技术上的表现，无论他表现的如何，他其实都是为了他心中的那一个秩序跟那个和平所做的追求。他认为心灵内在的品质的饱满度或是品质的优劣，才是他所着重的，而不是所谓外在的。外在的东西，他可能差不多就可以了啦。目前这4张看起来就已经是这样子。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强化一下哈，再抽2张。好，出现了是，看一下，出现的是权杖5。权杖5对应的是土星在，我看一下，土星在狮子座。OK， 那这个其实是类似的，土星在狮子座。然后权杖7对应的是火星在狮子座，是土星、火星都在狮子座。那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对，其实蛮多工作上啊，对于成功这方面其实是蛮积极的，因为它整个牌面看起来，它其实对心灵为什么它那么需要心灵的满足，心灵的品质提高？因为他觉得在某方面来说，他有一个恐惧感，他对心灵的不富足或是内在的一些缺陷，他有一些恐惧感。像这一张牌，他就是在强调说，他必须要在应该说。在土星如果落到狮子的话，那就是说他必须要在各种经验跟能力上做出表现之后，他才可以克服他心里的恐惧了。以星座星盘来说，这些暗示是有存在的。那我们回到塔罗牌来说哈，我们先看一下，一般来说，我觉得它还算是，因为目前看起来火的能量是比较强。但是火的能量是最强的，然后再来是土象的。但是火的能量，我觉得，比较属于爆发性型的，然后持续力都不够久，因为土象的东西也不够多。但是已经出现金币9的话，我觉得它原本的燃点是可以啦，但总觉得好像持续力不够久。不过它算是一个。很容易看到自己自我目标，能实现自我目标能力也蛮强的，因为毕竟还出现了圣杯10。好，那毕竟他从这里看到他是狮子座的话，其实他因为蛮爱面子的啦。我们这样都是说狮子座其实有点就是太那个，可是其实狮子座这方面，他确实是很容易就被所谓别人怎么看他，别人怎么评价他，这个就影响他所有的判断了。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他也很难控制，所以他可能外在各方面工作表现啊，或是反正他的外在表现，别人能看到任何东西，他都会把他要求的很好，但是记得他最后追求的是心理那个部分。所以如果你遇到他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多称赞他。你看到他的外在表现，只要他对你做的事情，或是他表现出来的工作的，或是跟他的朋友的，反正所有他表现出来的动作，你都可以去找到你喜欢的地方，去跟他多称赞，多认同，多达到一些信任。至于他心灵的部分呢，心理的部分呢，其实也不用你去特别去探索了，他自己就可以把它补足了。我想他会更乐于分享于他自己心里内在已经整理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多一些理解，多一些认同哈。不理解的时候就多问，我想他应该都会告诉你。好，我们再回到塔罗，再看一下他有什么性格上的情况，我再看一下。
他其实在外面工作，各方面竞争力都还蛮强的哈。无论是工作或什么，即使是他要争取他的，譬如说，如果你是他已经喜欢的人的话，他也是会跟别人竞争你的。然后他自己心里对于未来的想象其实很明确，或是他对于未来的幻想，其实在他脑袋里是蛮具体化的。哦，只是这一张牌告诉我的是，他一些看起来外在在追求比较物质面的、比如说他想要一个比较什么，反正就比较具体、比较物质的东西。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其实他其实不是那么真正什么想要那个东西。我们必须看到他到底为什么要那个东西，反过来看他内心缺少的那个东西，这个里面有一点暗示。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人，你要跟他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去推敲一下哈，他外在的表现里面反射的是他内心的缺憾是缺了什么。因为以塔罗牌面看起来都是一些比较表面的牌，但是他心里的部分，我们从每个牌所暗示的那个星座的落点来说，都有一些在强调或是在暗示说，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追寻他内在的富足。为什么要追寻内在富足？可能就是因为内在有一些他本身已经明白的缺陷或那个东西，他需要哈。来，我们再讲一下，回到权杖国王这个部分来说哈。权杖国王这个部分哈，他算是团体中的一个领导者，而且他的意志都是蛮坚定的。所以他如果跟你讲说他确定他希望是得到什么的时候，都不要怀疑，他一定会想要一定会努力想要得到。好，只是毕竟它是火，毕竟是火的部分，火的东西它就是不一定会烧的时间不会很持久。如果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多当成他的一些助力，多支持他，让他这个火更持续烧下去哈。然后这个星座有各方面什么升官啦，或是感情各方面的好运都还不错。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其实这方面他都有时候只要做一些努力啊或什么的，别人都很容易认同，能够得到很好的赞赏啦。然后他在感情上啊，其实也是充满热情的，他不是会冷淡你的人。他会想尽办法让你感觉到这关系还不错，因为这也出现了哈，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权杖2，我想一下，他这个其实他有对应到权杖2。权杖2的意思是说，他其实在感情里面，他每一个关卡哈，他都会重新思考说我们要怎么往下进阶。然后反正他很容易发现关系需要再成长。我觉得他可能跟他自己要求所有事情的逻辑很像，所以他在感情上也套用了这一个逻辑。所以如果他有时候跟你讨论说我们感情要如何往下发展，如果譬如说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可能也是从朋友关系开始要往下，当他开始提出来的时候，表示他其实是真的有心要把这关系往下走。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去理解他的需求是不是符合你对于爱情的期望之后，你们再自己慢慢再往下进展哈。不过以目前看起来，这个人还算不错了，是充满热情的，对感情也算是有蛮多憧憬的，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哈。那我们帮你看一下，来，现在来看一下的是未来，就是大概可能要多久？6个月的发展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好，来用这个。再来是接下来6个月，这人会出现吗？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预测哈。通常前3个月的预测会比较准，然后后面3个月的就是可能是个大方向哈，不要太拘泥这个，给自己一个希望，相信它会出现就好了。然后，6个月，1、2、3、4、5、6。看一下，1、2、3、4、5、6，来。
先来看第一个月。第一个月，我直接翻好来看，确定一下。以你现在看到影片开始来算后面6个月哈，不要急哈，看看。目前看起来，近30天的情况，你会遇到的几率最高了，因为其实这蛮迅速的，都已经，看一下哈，都已经是权杖8的话，权杖8看起来是对。权杖8的话，其实近30天最容易出现这个人，最容易出现新恋情。然后，如果到下一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如果他出现的话，算是一个他比较有准备好的情况了。这30天比较像是偶遇或是艳遇之类的，因为稳定性比较不够，只是说你心里可能很期待它发生，它可能会发生，就是你可能这1个月心态上或心智上特别希望发生这个恋情，或者你可能寂寞啊、天气冷啊或什么的，希望过年前啊或是圣诞节特别希望这个月可能会发生这个靠你意念出现的希望，可是这个部分的话，它可能不算我们所期待那个已经准备好的人哦。那么到下一个月的话，30天第2个月，这个情况比较像是他已经心态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要出现在你面前了，所以我倒是比较同意这个时候，如果你那么急的话，这3个月可能等到下个月好了应该说的是30天后看看它会不会出现。如果到第3个月的话，我觉得它这个部分我觉得不太会出现，我觉得它停下来了。它比较沉静下来了哈，而且我发现这个部分连你都有点到第3个月，连你都有点退了，可能那个时候你可能也不太想我觉得你可能比较你的注意力也跑掉了，你也没有特别在期待爱情这件事。到了第4个月更不用说了，发现你们2个都在忙碌，我都在烦恼别的事情，所以到了第5个月的话，第5、第6个月的话，一般来说到了第5、第6个月的话，这个预测能量就会比较弱。但是还是有一点讯息是，如果第5、第6个月它会出现在你面前的话，它的准备能力已经又比在这个时候更强了，或是我该怎么说？或是也许你们可以在这个时候有认识，但是还不会确定成为恋人可能在朋友各方面已经有认识。然后再慢慢的有一天到了第5、第6个月的时候，又因为别的出游机会，或是别的方式，你们又有联络到了，会比较接近。然后到第6个月的时候，会有因为跟朋友出去啊，或是各种别的机会巧遇，才真的有更好的接触。目前来说，这个牌上面没有很确定你们会在一起，但是有讯息是这个人会出现啦。当然，如果出现，你可以把握看看。如果你刚刚前面那个预测的各种条件的话，有点比较吻合，或是比较接近，记得要比较接近哦，不要太吻合，不要太执着于吻合的时候，你就可以试试看看。然后这边要做一个提醒哦，前面那个预测分析，如果他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那个人有的时候是这个条件。因为我们预测是那一个能量嘛，所以他预测这种星座什么什么的各方面星座什么那个能量很强。可是有的时候不是这个能量，不是这个能量的人，他可能是周围的因为他这个能量太强，他会盖过旁边的人。可是真的适合你的人，可是这个能量旁边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放开心胸，不要太执着那些条件，我们要放开起来，然后去看看旁边有没有人是更适合你的，或是旁边有些人他其实跟你更契合，你跟他更谈得来。有的时候你要顺着自己的心走才比较顺利啦。记得要顺着自己的星座，不要太执着于那星座的部分，那个只是一个提示只是提示一个方向，在那个方向你可以注意一下。好了，这就是选到1的朋友就这样咯。好的，再来是选到第2副牌的朋友，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来抽了来，我们直接来抽你未来那个恋人，到底他的原本质的成分有哪些？来，先抽。好，圣杯国王。等一下
首先呢，圣杯国王的话，圣杯国王其实它对应的是天蝎座，然后它的16人格是 ESFJ。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不是 ESFJ 的意思就是外向的外向品质感受的判断者，就是说他其实有很多东西他是比较外向，他亲自去接触这些东西的品质，然后再看看他对于他的生活或各方面的感受好不好，而对于这些事物的品质做一个评判，做一个评鉴，他是算是有比较高评鉴想法的人了，但他也是比较外向，他有一些想法啊，可是各方他就会把它表现出来，告诉大家哈，这是那一个MBTI 那个16人格里面告诉我们的。但我们还要回到的是塔罗牌来说的话，塔罗牌圣杯国王的话，我们先讲天蝎座，它代表的是天蝎座。圣杯国王的话，圣杯国王，它其实是一个，它其实有一点点双鱼座，但是它更偏向天蝎座。然后，它其实跟很多外在的东西连接都蛮深厚的，他不太我愿意舍弃他跟任何人交流之后所得到的一些成果，而且他也是个各种团体生活里面或是公司啊各方面非常有调节能力的人哈，然后他也能够常常讲出一些智慧之语，但他也不是随便空泛的讲，他只是一个是真的有智慧，而且真的有想法，而且真的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一个角色哈，目前看到的他是这样子。来，我们再往下抽。来，我们来往其他东西抽。我们来看看，我们来一次抽4个，来看看他其他星盘可能会有的一个状况哈。好，那先抽10张。10张，好，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再来，我们先看到的是宝剑7哈，宝剑7，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弱点是落在了月亮在水瓶哈。来了，再来这里是宝剑8，宝剑8的弱点是在木星，木星落到了双子。好，再来是圣杯7，圣杯7我们落到的是，看一下，是金星落到了天蝎。好，再来是圣杯10，今天圣杯10还常出现。圣杯10是落到了是火星，落到了双鱼，所以这里有出现了双鱼、水瓶、天蝎的双子。这个水能量蛮多的，以星盘来说，水能量还蛮多。然后最前面也是圣杯国王哈。目前我先来简单解释一下那个星座的部分啦。宝剑八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些内在的挣扎太多了啦。他这个人可能内在世界的想法是挣扎太多了，无法解决的东西，他可能需要学习的是多勇敢冒险啦，不要一直都是自己在心态上面，自己在用自己的想法困在心思里，自己解决，需要多求助外面的人哈。然后也需要去多尝试一下不同的挑战，来去增加自己的经验丰富度。然后宝剑7的话，也是一样啦，他需要再更接触更多的人，然后去充实一下内在的体验，就不会像是宝剑7一样被困住了。圣杯7的话，圣杯7，我发现圣杯7这里所告诉我的那个，就是说他其实这里的内在困扰大多是来自于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缺
缺乏规划，所以他可能规划能力比较多，因为这边的水能量太强了，也就是说，以星座来说的话，水能量很强，所以他自己内在规划的能力可能削弱，尤其是风象有比较像是逻辑各方面的东西，都是给一些比较思考有困境的牌啦，尤其是这个，所以他内在的心思的整理能力可能弱了一点。所以他必须要解决一下，可能他的问题真的是出在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他没有办法排列他所需要或想要的东西的顺序先后，那个孰能轻重没有办法。圣杯十的话，圣杯十这里所给我的讯息是，他这些困扰都来自于他想要的东西有点太远大了，他把未来跟世界想得太完美了，所以这个他有一点庸人自扰的感觉啦。但用庸人好像又把他打到比较差的一个境界，但我觉得目前这都只是星座塔罗的还没有完美讲的部分啦，但可能也没那么严重，只是说这些东西只要靠学习就好，因为毕竟出来的是圣杯国王，圣杯国王的能力是蛮强的。圣杯国王的能力蛮强的，像我们刚刚讲说，他其实是各种人际关系的协调者。以他这种调解能力的话，其实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应该都只是心灵上的一些小事情。也许是他心里是确实缺乏的，但是以圣杯国王的出现来说，他其实能力也许已经修正到他足以去面对他自己心里的这些所谓个人的一些困扰，也许以前是比较大的困扰，但现在已经把它调节到比较小了，而且他好像也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法。这里这张牌有出现，可能也不是比较传统的方法啦，也就是说这些方法是他从自己的经验里面所学到的。好，这就是星盘上面的哈。然后我再看一下，从塔罗上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整个。看一下有没有比较介意的地方。我是还蛮介意这张牌的，这张牌是我剑七，也就是说，这张牌其实有点像是女祭司牌，它有在影射出女祭司牌跟星星牌的对应哈。因为女祭司牌它其实是蛮对于内在的平衡，要达到一个完整的平衡跟协调。然后星星牌又更像是他对于未来的渴望跟目标看得很准，所以我想这里以我们来判断这个人的人格来说，他确实有呼应这张牌，他对于未来的想象有一点点太不切实际了，所以这个不切实际呢，让他产生了内在心里的一个纠结。然后这里我都没有看到土的，就是说他可能做事情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踏实。不过我们要取优点来说，他算是比较梦想者的人，他算是一个比较梦想者的人。我来看一下他刚刚那个16人格夜市 FJ 是怎么形容的。的确是跟我想的，他其实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哈，然后他的能量来源是在于其他人，跟这个一样，就是来自于跟别人的关系啦。所以他确实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他需要更多的，他其实蛮适合团体生活的人。所以如果你认识他之后，你会发现他旁边可能会有蛮多朋友的，工作伙伴也蛮多，他比较不太会是一个人。如果你想要跟他完全独处的话，或各方面的话，你可能要挪出你自己的时间，或是你要跟他很好的安排你们的时间分配，就是说1周7天，他可能没办法全部给你，因为他的能量他的生命能量可能都来自于其他人所给予他的，因为他也算是一个外向型的刚刚前面就说ESFJ 嘛，他就是外向的，他所有的生命品质啊，所有的思考跟价值观都来自于外面跟别人接触之后所学习而来的。而且他在团体生活或跟朋友、工作各方面，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更重要的调停者、调节者，所以他的能量都是来自于外面的。只是他自己个人内在，像这个，就是他自己个人内在所渴望的那个方向，目前看起来，以他所拥有的能力来说，可能达不到。也就是说，他现在在你面前所表现的他的优点跟他的优势，
跟他自己心里所梦想的那一个渴望有段距离，他没有找到，他也没有找到方法，所以他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心里梦想，他想要的东西可能已经放在心底，没有要拿出来了啦，或者是说从这个圣杯七来说，有他以前想过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后来发现要达到这个地方，有一点点能力不足，哦，所以他应该说，他以他个人来说，他已经有自觉达不到了啦，所以他好像转向了去成为团体生活里面重要的一份子，跟着大家来找到自己生命的地位。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但也没有不好。我觉得他已经找到了他自己在目前他的世界里的一个很好的角色。也可以看出来，他也舍弃了一些他原本自己想做的事情呢。那至于他还是不是自己哦？我是觉得他还是蛮自己，因为他也是天蝎座的话，我目前我所知道的天蝎座其实很难不像自己了哈，他们都很忠于自己，很明白自己想要的目标，而且感觉都是还蛮难咨询，不太像是困惑的一群人啦。好，然后圣杯国王牌又面对到了死神牌，所以其实还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我确定他已经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了，而且他那个挣扎的阶段可能也真的过了。好，因为我们这个是他的整个人的检测嘛，所以我们可以检测到他可能也算是已经进化到他现在所想要的一个状态啦。现在他确实人格各方面已经发展完成了，成为一个比较能够辨识的样子。如果你遇到他的话，很难，可能要相处到非常长一段时间，你才会发现他自己心里那些梦想啊，没有办法追求到的梦想是什么。但是对他现在来说，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他也没有想要达成，但他心里还是有一块觉得他以前的向往是那样子。但是以现在来说，他已经做得蛮好的。那如果你遇到他的话，你就以他现在的好的状态去跟他相处。好，至于他需不需要你们相处的方法各方面，我觉得都还好了。目前看起来，他其实内外在都没有他，只是这里我真的没有看到土的东西，土东西实在太少了，所以你跟他相处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物质扎实生活基础面的东西会太薄弱，然后甚至你可能遇到他说他也没什么钱，没存什么钱，如果你很在乎这个的话。但是如果说你们是年轻的人遇在一起，其实没赚什么钱也还好，那时候谈的梦想会比较多 ，OK。但如果你遇到了这个人，你已经也算是工作事业有成，或是你已经有工作基础、生活能力也够的时候，你再遇到这个人的话，你可能对他有点小失望了哦，因为你觉得可能生命的生活的基础、生活能力应该还要有才对。好，不知道来看，不知道你们看的人是什么样子的背景，但是大概选到这个牌的人，他的检测的内容是这样。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哈。下一个要来看的是接下来6个月，哪一个月你会比较容易遇到这个人哈？通常前3个月比较准，然后3个月会比较像是比较大方向性的，因为前3个月会发生太多事情会改变后3个月，但是你还是可以抱一点希望啦。来抽6张牌。1、2、3、4、5、6。看一下，那还可以。目前看起来，最近的这个月不要发生，我觉得有发生也不要。好，目前看起来这个月，就是它出现了也不要有特别的。我觉得你现在这个30天不适合遇到任何人，我觉得这30天不适合。我觉得这看起来比较像是他也没准备好，然后你的期待太高，反正
近30天不要哈，这方面的感觉遇到了，请你有点防备心。然后到了在下一个月的时候，有那个整个相遇的情况已经建立起来，比较完善了。哦，可以试着看看，因为有点像是两个人的世界已经有点接近了，出现了。所以到第2个月的时候，似乎有一点契机出现，可以试看看，但还是先不要太往下去，因为这只是两个世界的相交而已哦。因为它其实这个牌没有太多的震动，对我来说它没有太多震动。我觉得它是因为它是土星啊，它没有觉得不会有太多情感交流，但只是说这两个世界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遇到还可以，就简简单单的认识做朋友，先这样子，慢慢让它发展下去。到了第3个月的时候，会有一个停滞期，因为说这个算是一种混沌期，不上不下，也不知道怎么发展。你可以先放着，让时间自己去发展嘛。有一句话就说，你人生都发生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就让它在你看不到的地方让它发生，让他的人生发展下去，然后你也先过你的人生。也许那个化学作用或是那个时空的交流，会慢慢的就接近在一起。到了第4个月，有一种重新升华。它那个重新升华比较像是，它好像什么东西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因素，它突然就升级了。就是说，你们的关系或是它升级还是你升级？第4个月有比较，你们的关系有比较进阶。我的关系进阶就是说，你们可能从一个初步认识进阶到有可能会跟朋友一起出游，有比较长时间的相处。到这里，第4个，到第5个月的时候，你们最容易成为恋人的，可能是到第5个月。哦，这里有一种一触即发、突然发生的感觉出现，然后再到第6个月，也是这2个差不多。就是说，这里有一种一触即发会发生，或是说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会出现，后马上就一触即发，或是马上就一见钟情，或是马上就有契合，马上就合拍。然后到了第6个月的时候，对方会有比较积极的动作来去想要进一步让关系有所进展、有所进化。到了第6个月会有，那我就再抽一下，我就突然很想抽到第6个月。我想问塔罗的是，这第5、第6个月是可能性更高吗？所以我们就等到第5、6个月再做行动吗？还是什么？让他看看他给的是什么。不要，他叫你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那么多。到5、6个月的时候会顺其自然，该顺其自然就顺其，不要思考，不要期待，不要想太多，不要现在就去困扰这么远的东西来成为你自己的困扰。那我再翻一张，看他有什么话跟我说。不要急哦，不要急，就这样。我看到就是不要急，虽然已经火焰了嘛，就是不要急啦。这里看起来就是不要急，没有别的字眼。我收到的就是这个。好，那这样子就是选到2号的朋友，希望你有得到够多的资讯哦。来补充说明一下，刚刚第2组牌的朋友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刚刚已经给你那个星盘啦。那个星盘跟各种东西那个资讯哈，其实它不一定，你不要执着于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不管是星座什么，有的时候它是它宇宙已经预测到这个能量哈，它那个线索就是它那个能量的方向是那个方向，但也许有这样子的人出现，但他可能不是最适合你的，因为他可能是出现在这个能量旁边周围的人哈。就是说，刚刚的资讯是这个能量，但是可能适合你在旁边，所以你要打开心胸哈，去迎接可能发生的一些未知。但是这个方向呢，刚刚给你的线索那个方向呢，也许会蛮吻合的，可是不要错过各种旁边可能会发生适合你的恋人啊，适合你的未来那一半的那个契机，好吗？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只把自己封锁起来哈，不要太执着于只要那个线索里面的人。OK 哈，放开自己去接受各种可能发生，就这样咯。来，我们现在要来看选到这一组牌的朋友，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抽了哦。好，首先我们来抽第1张，就是这一个人的整个检测的核心。是什么？哎呀，掉出来了，直接开。是什么啊？是权杖皇后。然后权杖皇后所，权杖皇后我们可以对应到的，
权杖皇后我们可以对应到的是白羊座哦，白羊座，然后16型人格是 INTJ， 也就是说，虽然权杖皇后代表的是白羊座，他可能是比较外向、比较冲动，个人比较勇往直前型的，不太回头型的哈，但是他这个是因为他权杖的能量啦，但是我王后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内向的、比较阴性的思维，好，所以他那个16人格的时候出现的是 inside intuition， 就是内在直觉的思考判断者，也就是说，他比较不需要去直接去接触到他周遭的事情，他可以从内在去感受，然后用直觉去影响他的判断，他可以去收集他的直觉，然后他会去思考，然后再做出一个判断。他是这样子，还蛮温和，这是权杖王后所表达出来的。然后权杖王后所代表的白羊座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线索哈，所以这个人可能是白羊座。那我们再抽看看别的，看看星盘有没有要多出来的星盘指示是什么。那你就抽出4个啊。来哈，抽4张，1、2、3哦，倒出来4，来，就这4张。我们这是看这个人的那个他的内在的检测哈，不是看运势哈，所以不要被画面那个。来，再看，首先是宝剑十的话，宝剑十对应的宝剑十又跑出来所谓的宝剑十有说他太阳是双子，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双子，有可能是白羊座。目前给的讯息是这样哈。那我们再看一下权杖五，权杖五的部分的话是土星，土星在狮子哦。权杖五的话是土星在狮子，钱币四这是钱币四的没错。钱币四的话是在那个又跑出一个太阳。钱币四的话是说它只是摩羯耶，哇，这个他现在这一个能量是在告诉我说，他可能是他太阳星座的3个，他可能不确定那3个星座是什么。现在跑出了有双子，又有摩羯，又有白羊，哇，风象、火象、土象都出现了。所以选到3号的朋友，就是说他这个能量我不确定他到底是说是有3个人，还是这个人可能是在这3个其中之一。就是说他的太阳星座，这个检测的能量比较不稳定啦，他看起来就是这样子。我们看一下别的，权杖2的话就是火星在白羊，它目前有2个火星，火星有火。权杖5，看一下，权杖5又落到了狮子、白羊。目前以这5张来说，它是火象星座的几率会大一点，但是因为这个不一定，因为它这个是它这里讲的是它是火星啦，这是土星，也不一定是它这个是，只是说它的火能量比较强一点啦。如果照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再抽看看我再看它有没有给我别的星盘的方面的字。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这次给了太阳星座给了3个，那再抽2张看看好了。看，刚是这2张，我再抽2张。好，圣杯10的话，圣杯10是火星落到了双鱼，然后金币5的话是水星落到了金牛目前看起来也还蛮分散的我这边先提醒一下我们现在所给的线索只能告诉你说那个能量方向是这样。也许会有很接近的人出现，但是我必须说，你要把它想成是塔罗或是宇宙给你的方向是这样子，这个能量集合的那可能适合你的是在他旁边因为他可能是在告诉你说这个方向会出现这一个人，可能不是这一个，可是他周边的人，所以你要放开心胸去认识他之外还有旁边一些人，也许有的时候真正的主角躲在这里，他才是最适合契合你的人，而他这个只是一个药引子，或是一个方向感，或是一个旗帜
或是一个指引指路的一个能量。好，所以记得哈，除了这个，不要太意思就是不要太执着于这个线索。我只是给你一个方向，大概让你可以抱个希望或是期待一下了。来，我们现在这两个既然都已经是太阳了，那我就不解释了，因为大家都很了解这个星座所代表的意义哈。那再来就是这个，权杖五土象到狮子的话，比较像是说，这个牌今天太容易出现了，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其实很在乎自己的学经历了，因为他可能心里内在有一些自卑感存在，他必须要靠这些学经历去克服他内心的恐惧。他不知道他的自卑感从哪里来啦，但是他其实还蛮努力的，他蛮努力去建立自己，蛮努力去跟别人竞争，蛮努力去。他其实蛮勇敢的哈，为了他克服他心里的那一个他自己才所知道的一些匮乏跟自卑感，所以他其实一直在累积自己的各方面的经验了，算是一个蛮上进的人。再来是权杖二的话，这个地方以火星落在白羊的话，它其实是在讲说，火星落在白羊的，它有一个基本的就是有点冲太快了，欠缺思考。不过以这里来看的话，他其实好像已经过了那一关了。他原本可能性格上是冲太快，会比较欠缺思考的人，火。可是目前我从其他的地方看来，他已经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他已经有点修正的比较好了。修正比较好。然后圣杯10的话，他在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个性比较属于分享型、奉献型，因为他分享、奉献自己，才能够得到自己心灵上的满足啦。所以他不算是一个自私的人，他跟朋友应该关系都还蛮好的。如果你跟他相处的话，你会感觉到他跟别的人的比重跟你没有太大差别，但是你可以慢慢去欣赏他，这些对人啊各方面都还蛮不错的。如果你喜欢，就是有的时候不要太着重于说他的专注点都应该在你可能要去欣赏他，他其实对于人际关系各方面，他是蛮喜欢奉献的了，他比较喜欢把自己做的比较小，因为他心灵的舒适感跟实在感必须要在于有点牺牲小我完成大的这个概念里面来去成就于自己在整个现实世界，他所相信的现实世界的和平，他必须要这样子建立起来。再来是金币五这一张牌在这里以星座就是说以水星落到金牛来说，他这里物质的追求是有，但是以这张牌来说，表示他心灵富足，心灵的追求会大过于他物质追求。如果以这几个来看的话，物质的东西确实是弱了一点，他心灵的追求其实是高一点。我觉得他比较在乎自我实现。而实现了什么？目前好像也不是物质，我觉得他还蛮达到一个平衡的。我觉得他的自我实现可能比较像是说他在人群之中，还有在他的生活之中，他如何站稳一个自己的位置，而且很和谐的跟其他东西都很和谐的相处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自我实现的一个很大的目标。所以他算是一个比较和平的人，跟大家相处都还不错。应该看起来他人缘应该还算蛮好的。这里的话，我不是看到的是竞争我看到的是他跟大家打闹的结果。还有这个，他跟其他人的相处情况都还蛮好的。然后再到这个的话，他其实不太会为自己的一些想法或是决定困扰啦。他虽然常常遇到选择的难题，但他终究能够找到很好的方法。我想可能是因为原本这一个权杖皇后说，因为我这一张是他最原本本质嘛，他权杖皇后这一个牌所带来的本来的一个特质，就是说他其实在人群当中，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者。然后他也可以给很多人提供一个比较先知先觉的一个意见，所以大家其实还蛮依赖他在这整个
大家相处里面的时候，他的存在啦，他存在感，而且这也是他喜欢的。哦，他觉得，因为他在这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是喜欢分享与奉献，在于跟人啊、朋友各方面，因为他在里面，他才可以达到他的世界的踏实感。所以在他的朋友圈，或者在他现在已经有的生活里面，他算是一个大家蛮依赖的人。但依赖的部分可能不是物质啊，或是玩耍而是心里面的一些。因为他虽然是比较有智慧的人啦，哦，以他现在所处的位置，可能很多人会去问他什么，还有他这个人身边帮助他的女性贵人也算不错，也有，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题目是没有讲性别，只是说他是比较能够，或是他也是别人的一个贵人，就是说应该说我们这样整合起来，就是说，因为他本身喜欢帮助别人啦，然后他本身又有点智慧，那他的个人的那个热情啊，他算是比较有热情的人。可是他因为是皇后的话，他其实心思也算是蛮细腻的，所以当别人来求助于他的时候，他都可以给一个很好的建议，或是心灵上的帮忙。所以他在各方面、团体各方面，他已经站稳了自己的那个立场跟脚步。所以看起来他算是已经有自己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活，怎么讲？社群啊 ，community， 对，他在里面已经蛮好。所以你认识他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他朋友应该蛮多的，然后你慢慢可能会听到他的朋友会讲说，他是一个比较他很聪明，他很有智慧什么。然后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多问他一些比较难的问题啊，或什么的。我想他应该算是内在蛮丰富的人，他可以，只是如果硬要讲缺点的话，他比较就是有点热情太爆发了啦。因为这边火能量有一点多哈，如果这一开始出现火能量，他比较热情比较快哦，就比较急躁，可能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一想到什么就说出来，所以可能比较容易正中红心啊或什么的，所以别人也因为这样子，他才表现出来，他可能没那么多心机，朋友才比较能够信任他。就是每次问他，也许他讲话比较白目啊，或者是讲话比较尖锐一点，可是那都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去表达。没有太多的迂回或什么，所以他在朋友圈啊，或是在他已经有的公司啊，或什么，大家对他的信任感都还蛮高的。那至于，因为这里跑出了摩羯跟双子啊，因为他有可能，他就在想说他可能是这样的星座，但我现在是把它归类在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力量蛮弱的，因为我感觉不到。我没有觉得这两张牌出现的时候影响我太多的思考，我觉得这可能是只是讨论说有可能也是这个。那我来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很在意的，一直蛮在意这张牌的。我来多解释一下这张牌。这张牌前兆的话，就是火星落在白羊的话，因为它其实也算是塔牌跟皇帝牌的交界。像这个其实它也是暗示着塔牌跟皇帝牌都是一个怎么说，都是火能量很强的牌，所以它其实我不确定你遇到他的时候，他算是已经有把他的冲动修正起来的人，但是我可以确定他在他的朋友跟他已经有的生活环境，他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物吧，大家都比较想要跟着他去玩啊，跟着他做事情，因为这里有出现，这里有出现，有皇帝，有这个，所以他个人魅力也蛮强的，就是了。怎么说？这里我看不到，我觉得他总是不是一个小角色。反正等到你遇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会蛮显眼的，很容易就吸引你的注意力啦。然后他这个方面也算还蛮平，这方面都没什么问题。再看看，如果是16人格和 T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一下？也没有，他确实是一个很棒的。那么形容的是他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家啦，果然啦，就刚刚前面讲的他算是蛮有智慧，为什么大家都需要仰赖他就对了。好吧，在这个人格分析大概就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很容易明白啊。那现在来
帮你们抽的下一个是，我帮你翻翻他接下来6个月，好吧？接下来6个月，6个月，它出现在你前面的生活环境，或出现在你面前的几率高不高？然后，或是哪个月的机会比较高？这个，来哦，抽6张，1、2、3、4、5、6。先看起来是这6张哈，1、2、3、4、5、6个月哈，来我看一下，目前看起来是第4个月出现，它跟你第4、第6个月会比较，可是塔罗牌还是有一个基础啦，就是说它前3个月的预测会比较强烈一点，会比较强，后面会比较像是方向，所以我们来讲说第4、第5、6个月的话。有机会，但是我不知道塔罗抓到那个方向是能量比较强，还是你们2个人的接触共振能量比较强。但是第4个月确实可以把握住，这里好像就是有点像你们的能量到了一个该遇到的契机点了，而且都是2个人算是能量已经准备好，足够可以接近的状态了。那前3个月比较像是这个月是也有可能遇到，只是这个月会比较淡，就是因为圣杯国王对我来讲，他的情感的浓度还是不够，还是太多理智。就是说，如果就算你们遇到了，还是会有很多的杂念或是分心，让你们分心的事。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他，反正就是这个能量不够，也是有缘会遇到，可是当下确定2个人的感觉或直觉的情况能量不够强，然后再到这个的话，我觉得如果这个是第2个月的话，遇到的话，也可能是在很多人一起活动的时候，是你跟他的朋友出去，或是你们的朋友有交集，大家一起出去的时候会遇到，可是还是没有那么容易，还是没有那个连接度不够高。它还是算是大家一起出去玩或什么的。那如果到3月，我就觉得第3个月就没有，第3个月好像大家都去忙了哈，没有新思想这个东西不会接近。第5个月也是，第5个月跟第3个月差不多，就是都有一些分心的事情啦，心情上跟现实面上都有事情要忙，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再来到第6个月的话，如果这个第6个月能量是这么，如果是确定这个顺序来说，到6个月是很强的话，我想也算是，但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方式，因为这个比较像是说，当下的他身边会出现别的追求者，然后你当下也感觉到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就是说到第6个月的时候，情况会蛮乱的，就是情况比较复杂，会比第4个月复杂一点点。那我再来看一下，我来问塔罗牌第6个月会有什么？因为我比较介意第6个月，我是觉得第6个月的能量比较强，但我不喜欢第6个月的混乱感哈。我看一下第2个月，第6个月确实比较复杂。6个月，那我要问的是，第6个月确实是能量比较强的情况吗？第6个月不是个好时机。第6个月有太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哈。我们先不要期待半年后的事情，我觉得，因为我们到第6个月嘛，我觉得第6个月好像还有一个转折。这半年的话，到第6个月不好。这个情况到第6个月，如果你再遇到它的话，有太多我觉得我不喜欢的因素了，但我没有想要追根究底下去，我只觉得第6个月不好。第6个月，那如果第4个月来问问他，第4个月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认识契机嘛？自己跑出来，有啦，火能量是有，第4个月有火能量是有比较多，只是
你知道我这个看起来真的不太一样哈。虽然第4个月也是有机会，可是第4个月出现的是有竞争者，而第6个月出现的是有分享者，就是说他的角度有在，他突然出现，他也有喜欢的，他有感觉的人，那你也可能吧，你好像也是之一，就到第6个月说你会变成是他喜欢的几个人之一，然后到第4个月比较像是有别人先喜欢他哈，有别人想先追求他，然后他也知道你的存在，就是说这2个月都还算是有一点选择，都还没有要确定选择的情况。但是我们这个占卜比较接近的是这6个月这个人会不会出现下一个恋人？这样子的话，可能要再问一个什么？没关系，我问一下。我觉得这30天，最近30天的话呢，最近30天的机会好不好？不好，跟我刚前面讲的一样，就是还是有自己还有一些事情在封闭起来。那这个第2个月再问清楚，第2个月问清楚。其实这个问法是我平常会问我自己的事情的方法，我就是会追根究底，一个一个翻到我可以接受的情况哈。好吧，现在出了一个意外，就是第2个月的情况会好一点。我刚刚说过，第2个月可能就是比较大家一起出去玩啊，或是2个不同的你们2个的生活领域的人，可能交集在一起的时候会认识，然后再出现了圣杯9号，表示他会比一般情况更明显的出现在你眼前。会比较耀眼呐，他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会比较耀眼，所以到第2个月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人会比较突然出现，会吸引到你的目光在这样。所以，如果这是一个连贯的故事往下发生的话，所以第2个月的时候，你可能如果遇到的话，可能要把握一下哈，因为后面的变数太多，到第4到第6个月，发现好像整个局势变得比较混乱了哈，然后第3个月又有点停滞下来。所以你可能要把握第2个月的接触机会。好，记得先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先让它一切好的开始。就是说，这个月的话，好的开始，我们不要确定太多，也不要确定太久。这个时候可能可以给人家一个好的印象，让他记得你在你们关系先讲好的开始，然后不要太强求说一定要在几个月以内发生过什么哈。然后如果到了之后，我确定一下，到第2个月之后，算不算是新的阶段的发展会开始呢？因为我有这个感觉，好像必须要到第6个月之后才会有好的阶段会出现。我来翻看看。我觉得这实在太神奇了。我心里想的就是命运之轮，就给我翻到了。我心里就是想着命运之轮，我就翻到了。所以，如果我的直觉跟共振跟这个牌子是吻合的话，你可以相信我一下。你可以等到这前面6个混沌期过的时候，从第7个月再开始期待有这样子的人出现，好吗？如果你一定要这么急要把握的话，请把握第2个月遇到那个人。但是我很确定，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不要跟他确定任何东西，你就先当成是一个认识的开头，然后让他自己再把后面这4个月的混沌自己走完之后，到第7个月，他可能会变化成适合你的人再出现。我刚刚真的是看到这整个牌，我就是觉得非常混乱。我没有办法给你，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我为什么一直翻那么多牌？就是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安心的答案，说你这个6个月遇到这个人还不错，什么没有办法。然后，所以我心里就一直有觉得说，给我命运之轮，我想要告诉你说，一定要让这6个月过了之后，接下来才会开始转向，换成一个新的局面。果然，他给我了，所以，也许前面也发生很多事情了，这半年你可能可以体会一下，但记得不要确定太多，不要确定，你可以体验，但不要确定，不要认真的确定，或者不要真的投入心思下去，除非这个人让你非常感动，你可以当做我预测错了，方向都错了，让你非常感动，你再投入进去。但是，请你这6个月先好好保护着，因为这6个月出现太多，我觉得我不喜欢看到在感情牌里面看到的牌。好，除了这张，那是我喜欢的，但是我觉得它出现在一个我觉得情感浓度不够强的一个情况啊。
好吗？总之，记得半年后会有比较好的趋势会往上走，因为这个算是我意念加进去的，我的直觉加跟塔罗了共振所意念跑出来的牌，它出来了。我相信这整副牌，这个是你可以比较相信的一个阶段啦。好吗？那我再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哈，就是我刚刚前面给你各种星座那个资讯，它只是一个能量的集合，是往那个方向，而不是你不要把它执念说它是在这些东西会集合在某一个人身上而发生哦。就算有这些有可能就是那个方向是对的，然后我们再从那个方向里面去观察旁边的人有没有其实跟我们更契合的人，好吗？记得这个原理哈。好，相信这些，那祝福你，来哦，今天来到了第4个，先到第4个牌的朋友哦。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抽了哈。来，首先呢，我们来抽一下这个，我们在讲这个人的本质应该是什么。我先抽下来去看一个检测。抽一张这个恶魔牌的话，我看一下啊，就是落到了摩羯座哈，然后是钱币王后的位置，然后他的16人格是在 ISTJ ISTJ 是一个 Inside Sense Thinking Judgment， 就是说它是一个内在品质的思考判断者，也就是说他内在不靠直觉，他靠的是他的品味，或是他原本已经有的经验去评判这个东西的好坏，人事物各方面的好坏，然后他会彻底的去思考，而不会很独断的，他会好好的思考，再去做一个 judge， 就是再做一个判断哈。然后他对应到的是钱币皇后，钱币皇后这个就表示钱币皇后就是说她是一个。也应该说他自己已经蛮各方面物质方面啊，金钱事业成就已经到了某一个不错的程度，而且他算是一个已经可以提供给别人，或是他已经有能力照顾别人的一个人了。他其实已经可以了啦，在某方面某个系统里面，他其实不只是不止对对对。不是没有布置啊，他就是摩羯座，对，说错。他因为我把它参以为是别的星座，他就是摩羯座了。所以摩羯座其实以你们都已经很了解太阳星座的话，摩羯座其实是一个蛮稳定的，做事情还蛮有规则的，有条有理，思维都是很缜密的，跟处女座不相上下的一个星座。所以以物质来说，它更是一个金币型的星座哈。然后恶魔牌也是土象的嘛，所以一般来说。选到4的朋友，其实你将来这个的话，以各方面社会基础、生活基础都算蛮稳定的，比较不会比较有空泛的幻想或什么梦想之类的人，不是那一种只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是确定会有一个务实成就的人会存在。然后我们现在来抽4张，来我们看看他有没有可能星盘会跑出来哦。4张，1、2、3、4。今天特别奇怪，今天这张牌4组都出现了。那我帮你们找一下，宝剑7，宝剑7对应的是月亮在水瓶哈，然后钱币2出现的是木星在摩羯，哇，有2个摩羯，看一下，摩羯好，再来钱币10是水星落到了处女，然后圣杯3是水星。落到了巨蟹，所以现在水星有2个出现了哈，所以水星可能会有2种样子哈，水星落到巨蟹，跟水星落到了处女。OK， 这样子的话，我再抽一张好了啦，免得看看有没有别的，这样只有给到水星、木星，是一个好了。钱币3，
钱币3就是火星落到了摩羯。好，那这些基本的星盘，你们都可以去查，网络上都很多，可以了解一下。那我大致讲一下就好了哈。圣杯3的话，也就是说，你们来这边，他可能他现在的成功哈，或是他现在已经有的这些技术，他可能是因为他这个人蛮喜欢跟大家合作，也比较容易欣赏别人优点的人了，所以他现在成功其实也是因为很多人的帮助哈。他个性也是这样子，也是不吝惜跟别人合作哈，算是一个蛮好的合作伙伴。那金币10的话，也就是他这个人做事情也是按部就班的，慢慢爬到他现在这个位置，很吻合前面我们已经所讲的。然后再到金币2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其实面对其他人算是蛮谦虚的，哦，他这个人算是蛮谦虚的人，所以他也刚刚讲，他可以认真的去欣赏别人的优点，然后去接受别人的优点。也许他甚至在认识任何新的人的时候，他都会愿意跟他们学习，不论他们是任何什么样子的位置，可能是他的比他年轻的啊，或者比他更新手的人，那他都可以在身上发现别人的优点来去成为自己的。他很喜欢吸收别人的经验。然后7的话，宝剑7的话，一样啊。宝剑7的话，就是他在跟别人、跟团体生活里面的时候，他能够找到方法去丰沛自己的内在了。然后金币3的50，金币3跟金币10类似，这是一步一步往上建立嘛。一步一步往上，这个也是这个部分，算是说他很务实的，慢慢的在跟别人或是跟合作的时候，他也用比较务实的角度去提出他的新想法，提出他的见解所以也难怪他原本性格上就是比较容易跟别人合作的啦，所以他现在所有的成就都真的比较像是因为他个性不错。他个性比较不自私，比较愿意放开自己，比较愿意让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很好的合作伙伴，而建立起来的一点一滴慢慢建立起来他现在的一个成果。所以如果你遇到他的时候，你会确实感受到一个很务实、很踏实、很有生活想法的人他可能也会给你很多很好的怎么样让生活比较踏实的一些方法但是这里的水能量很弱就这个水能量很弱的意思是说，他比较在乎眼前感官上这个他比较在乎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心灵的部分他没有那么追求，所以有一点点是这个，但是还是少了很少。以这全部来说，这个很少。就是说他做了这些他感官上摸得到这些物质的东西。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在补足他内心的一点点心灵上的缺憾可是我觉得这个缺憾不算深，这缺憾算基本的。每个人都是只是要丰沛自己的内在嘛，只是有些牌的要丰沛自己内在的那个内在的洞很深，需要补的很多。可是以这个人来说还好，他其实因为恶魔牌出现了嘛，他对于感官，也就是物质啊，可摸得到的、可用到的钱、可买得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已经足够丰沛他了。而且他这么脚踏实地的人，这里也确实看得到分享，他其实蛮多合作伙伴的，蛮多愿意跟他一起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喜欢他的人蛮多的，因为他算是一个很可靠的人，愿意待在他身边的，无论是员工啊，或是朋友啊，或是跟他一起出去玩的人都蛮多的。因为他也算是这某方面还蛮算是有感官吸引力的人，他算是有独特魅力的人就是了啦。我来再偷看一下刚刚所有人的 ISTJ 是什么样子的。没错，的确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他对细节是不放过的了，但是没有到处女座的那种细节追求他比较像是整个大方向整体已经掌握好就可以的人所以大概这个人就这样，这个人比较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出现好，现在你得到证据就这些。来，我们接下来
来帮你看的是接下来6个月你会遇到他的机会有多少哦，或是他出现的情况或什么，我来帮你看一下接下来6个月。必须说6个月来说，头3个月都是比较准的，后面6个月的能量会比较低。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个方向来看哈，不要，但也不一定啦。我只是说塔罗常常就是最准就前3个月，后面也是能预测，只是我都觉得那个能量比较低，比较涣散哈，没办法那么集中，但还是可以看牌，看看他怎么诠释。来抽6张，1、2、3、4、5、6，好。看一下，这边看起来的话，我个人是觉得一样是第4个月好。第4个月比较像是你们准备好的时候会遇到的情况哈。但是目前这个准备不是说全然的准备了，就是大概生活中你们2个的生活不是莫名的，自然而然的走到了第4个月，然后会遇到，然后也算是可以马上就交往。如果感觉不错，可以试着交往看看的一个阶段。不过第1个月就是接下来这30天，它出现的几率也蛮大的，而且有点快，因为命运之轮有点加速的意思，每次都有加速。不过这个时候出现的变局有点大，就是它出现了，它没有办法定义说它到底跟你的关系能到什么情况，因为这个时候变数还蛮大的，就是说有很多的干扰啦。也许你们遇到的时候，整个环境跟各方面算是蛮愉快、蛮丰沛的场合，或者是蛮丰沛的情况，可能是跟朋友一起出去啊，然后遇到他之类的。也有可能是在一个很奇怪的情况不期而遇，或是偶遇，或是完全陌生，完全是2个陌生人遇到，也有可能哦。第1个月哈，第2个月的话比较没有。第2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情感能量背离了。第2个月你们2个人都好像没有这个心，很常出现这样的牌，就是有没有这样子。第2个月确实是比较没心啦，我觉得2个人都算，没有期待感，突然变弱了，不知道是因为旁边有很多事情发生。到第3个月的话，你们突然不是说，因为说他对感情的开始处于一个有点犹豫状态，对于感情这个，或是他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某些重大决定要让他决定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心思去想感情这件事情。然后到了第4个月，突然好像又可以契合了。我倒觉得可能不知道我还是觉得到第4个月，2个忽然也是有一种偶遇巧遇的情况，因为我觉得命运之轮的能量在这画面太强了，已经影响到我判断第4个月，所以我的直觉会觉得连第4个月都有一点像是偶遇巧遇，而不是。因为有些牌组会让我觉得说，可能前3个月就已经先遇到了，只是真的会发展成比较好的状况或相处情况是已经会发展成到2个人有恋人的感觉。有些牌会这样子连续下来，而这组牌没有这个感觉，我没有这个感觉，我都觉得这组牌有很多的巧遇，到第4个月有巧遇所以4个月是 OK。第5的话没有。我觉得第5的话是 maybe 啦，就是有可能，就能量也不强，就也有可能，但就也还好。我觉得这个就算遇到能量也不强，也不可能，也有可能这个情况也可能会错过，就是因为他的这一张牌让我觉得他的他在拉扯，就是缘分的强弱正在拉扯，有强有弱，然后可能就因为就抵消了，强弱正在抵消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5个月算弱。然后第6个月比较像是，如果你们会遇到的话，比较像是一个关系的全新样貌出现，
甚至这个时候，如果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甚至不会立刻联想到说是要从，也没有什么一见倾心、一见钟情，没有那情感要素、情感因素没那么重，也许会认识，但是这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什么样子的全新局面？就是说，可能他换了一个环境，或是你换了一个环境，在别的地方遇到他，而不是你现在熟悉的环境，或是我脑袋一直出现在工作场合遇到了新同事，这第6。对，我这个牌我一直感受到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就是有别于前5个月。我只能说到第6个月，如果会遇到这个人的话，可能是会在一个你原本全新的领域里啦，就是可能换工作、搬家，或是出国，或是哪里才会遇到这个人。第6，我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可以帮我看一下头3个月有什么契机点吗？我觉得头3个月的气息太弱了，我有点不敢相信。我来问他，我看能不能帮我查头3个月的有任何特别的契机点吗？没有他甚至没有，他就觉得，出现死亡死神牌的感觉就是没有。他叫我做一个分水岭，他更像是告诉我，现在就是没有啦，没有，往后看，往这里看，所以如果他这样告诉我的话，我觉得这3个月先等一下，先不要急，你遇到什么先都不要急除非有真的非常非常强烈的感觉，有突破了这个困境，不然一些淡淡的感觉不要把它抱太多希望。遇到有点小喜欢的人或者什么，不要美化他不要为了寂寞想要跟一个人在一起就去美化了，然后让你自己投入进去，先不要这3个月牌面上是这么说的。来，我再问他一下下后3个月后4、5、6。给了一个这么稳定的牌我必须觉得他觉得更多希望是在4、5、6月会出现，看看啊。这样子的话，我必须要问，你的意思是说第4个月吗？有，他这里告诉我第4个月可能会有一点慢慢有点起色。他好像告诉我，这个局势到了第3个月之后开始进入一个稳定期，整个气氛气场是稳定下来的，然后有慢慢在往上爬，所以我觉得他可能的整个牌面都告诉我们说，可能从第4个月的时候开始有些期待了不行，我还是想问，那他这个发展，这种会突然，我觉得不是这种，他这个发展。什么？为什么？我看一下如果是权杖7的话，权杖7其实是有所谓的塔跟狮子座人他的意思可能，塔罗的意思可能是说，3个月之后，第4月份开始了，整个气场跟气流或是各方面，它好像也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状况，所以如果你们有可能会遇到，会慢慢的、渐渐的就碰头了。然后碰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有2个人比较有火烧起来的情况，才会开始比较有这个热火的能量会出现。因为毕竟这个塔除了看这个塔罗这个方向，就是说有一个人面对很多人，这个我们先撇除牌面上这个画面，它其实它有暗示着塔火星跟那个狮子座的能量在里面，就是2个火烧得很旺的能量在里面，所以我可以说，可能到第4个月之后呢，这一个缘分才会慢慢的燃起来了，而且是有点稳稳的往上发展。所以，如果你要期待，可能从第4个月之后再慢慢期待一下，再慢慢看一下未来的恋人可能会在这个时候会出现，你可以仔细看一下那这就是这半年的情况。再提醒一次刚前面给的那个讯号，什么星座，它可能就是一个整个能量的集合，或是整个
暗示的集合，它不一定是真的就是那个人哈。如果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人出现的时候，请放开心胸去观察一下这个能量，这个人旁边的人。也许真正适合你的人是在旁边的人，所以你多跟其他人做一些交流，你会发现你心里有一个方向，你会找到，而不一定确定是这个。但如果是这个也 OK， 也蛮好的。如果你原本就喜欢，当然都 OK， 都可以试着去发展下去哈。那这个时间你可以自己感觉一下，做参考一下。那么这就是选到第4的朋友，谢谢你来听哦。来，接下来最后一个阶段来领取好运哦。今天比较特别，今天我们就直接用宫廷牌来领取好运哦。来，这是宫廷牌，我们来直接抽出3张好运。哎呦，好吧，1、2、3，来，我们来看一下是哪3个好运哦。全部都是皇后牌，怎么这么 lucky 啊？来哈，来一个个解释，你觉得什么好运呢？首先呢，权杖哈。先到这里好了，权杖好，权杖皇后所带来的好运是，你身边会出现一个女性的贵人，好，你会有一个女性的贵人会帮助你哦，不管是在或是你会交到一个女性的新朋友、知心好友会出现哦。那再来是钱币皇后。钱币皇后是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资源、新的支持，比较物质上面的支持，就是说可能会得到什么奖金，会有奖金，或者是抽奖会中之类的，或是你是学生或什么，你父母或是突然会想要支援你一些东西，就是说你这个是金钱物质上的资源会遇到这个哈，会有一个意外的 bonus 啦。再来是。身边皇后就是他说你会有近期会有一个小小的桃花会出现，小小的桃花以这个牌来说怎么办？我有一些比较女性的贵人有小小的桃花，如果以男生来讲，这个牌还算是不错感觉就是好像有新的幸福跟来临。但是以这个牌来说，也有可能是我们工作上会遇到女性的贵人也是因为你有所桃花，所以别人才会看到你，但是也不一定是男生女生啦，就是说他们就是这个女性的贵人就是欣赏你也是因为桃花代表的是一个魅力，它就是说你可能的魅力绽放出来了，吸引到别人来愿意帮助你，而这个帮助就是比较物质面的帮助，不是指精神上的，比如说你加油啊或什么带你出去玩那种，这让心里没有，它可能是物质上有实质的可以帮助你所以今天的好运大概就是这样吧，就是会遇到一个有实质物质上帮助你的一个贵人，这个好运还不错。好好领取哦就这样子，这是今天的领取好运。那么接下来呢，来讲一下今天占卜的心得。主要是因为如果把那个心得放在前面，很多人都不会听啦。它通常都是大家都听完了自己的事情之后，可能还想再多听一点，就可能会听后面这个心得。那我就来说一下。像今天这个占卜啊，因为他要去检测一个未来的未知的人的一个内容嘛，所以这个当然是还是能够占啦。然后我就帮你们占出来，然后之前我还是先多做一些准备，因为我怕我突然联想到的星座或那些东西是错的，所以我就这次我就带着我的笔记来看，我怕我自己联想之错。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说。所谓的占卜这些东西，它就是一个能量的方向能量方向的集合，尤其是这种比较多细节的，已经讲到星座或什么，已经告诉你一个这么明确的东西的时候，通常这都是只是一个方向的指引它也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讲才是这个这样。这种准确率，这种用准确率极高的概念去的东西，通常我们不是说相不相信的问题。而是你要把它想成是，它就是一盏灯啦，一盏灯在远远的地方，在一个很黑暗、你茫然的黑暗对未知黑暗茫然的时候，有一盏灯亮了，它可能很远，它可能很近，可是你就看得到那个亮点。然后偏偏这线索有这么多，它可能就是好几个灯都亮了，然后让你往那里走。那它可能是指引你说适合，可能你将要遇到的那个人或什么，它比较偏向是这一个方向的。你看到360度，不可能各种方向，那它就抽出了这些方向，让你去往那里
走。所以你在生活中如果遇到有比较吻合这个，你也不要拿着这个东西去往那里走了，就是拿着我已经给你条件去一个一个一一去比对，也不用，你大概就知道，你大概就从今天的占卜里面大概知道说，哦，可能是这样子的个性的人。好，或是可能有这些性质的人，你更好奇，你确实是可以去查一下那个什么火星在师长什么，其实也可以去查一下。可是这个查的结果是让你去了解，大概是这样子性格的人会出现在你下一个情人、下一个恋人的状态里。好，但不要迷信的，就是我们就是知道有这个希望，抱持了这个方向的希望。就很好了，因为你这个正念啊，对未来的想法是属于比较乐观、比较正念、比较正能量的，抱持希望的，好事是一定会发生的。不要让自己的那个负能量太重，因为它负能量会拖累你哈。我觉得负能量如果太重，它会拖垮你，会拖累你往好的方向前进。我相信很多人来听都是希望能领取好运，领取希望，被宇宙祝福。所以我们占卜的核心思想也是在往那里走。记得哈，这一切的内容都是让我们对未来抱持着更大的希望。如果吻合了，还有接近我们的心意，好，很接近我们心意的，那就是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相信的那个意志力，然后让宇宙去显化，让吸引力法则更准确、更扎实，来呈现我们心中所下的订单的那一个方向。好，让我们的订单下得更准确，让它显化得更明确一点，或是更快。好吗？我相信你们都理解我这番话，不然你们不会来听咯。就这样，我真心祝福你们，谢谢你们来听。这是今天的丰盛 Hour， 拜拜。